很多人第一次去看中医，医生在那边把脉看舌头，然后很淡定地丢一句：你有一点气血不足，再加一点阴虚，听起来很迷迷糊糊，心里犯嘀咕啊，那到底是什么？我要干嘛？所以这支影片我想用超白话的方式跟你讲中医到底在看什么。其实可以很简单的抓成3个核心概念，你只要先记住这3个，之后再看其他影片会清楚很多。很多时候不是中医一定很玄，而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它从哪个角度在看。比方说同样是失眠，西医会先想到神经荷尔蒙压力，中医可能会先想你的气血够不够，阴阳平不平衡，心肝脾肾这个系统是不是哪里在抗议。你不用变成中医师，但是如果先知道他们大概在看哪3样东西，之后你再听别人讲气血、阴阳、脏腑，就比较不会一脸茫然。那么我们现在开始，第一个中医很爱讲的就是气血，你可以先把它想成身体里的电力气加水和养分血。中医在看气血大概看2件事，一，够不够，对，流不流得动。比方说气血不够的人，经常会觉得人容易累，懒得动，唇色比较淡，一站起来就容易头晕。气血不太通畅的人，有时候就会觉得手脚冰冷，胸口闷，某一个地方容易闷胀，容易痛，好像气堵塞在那边。所以中医在开药、做针灸、艾灸的时候，常常在做的事就是帮你把气血补足一点，推动顺一点。你以后听到什么补气、养血、活血、理气，大致上都跟这一块有关。第2个概念是阴阳平衡，这个东西听起来很抽象，但你可以先把它想成白天跟黑夜，工作跟休息，外在跟内在。阳比较像是外在向上活动发热那一边，阴则比较是内在滋润储藏安静那一边。人的身体要舒服，其实就是在找一个不偏不倚的中间点。打比方说一个人很偏阳的时候，可能出现的状况是容易上火、烦躁、睡不安稳，口干、脸容易红，动不动就想发脾气。很偏阴的时候，可能是整个人冷冷的、懒懒的，手脚冰，胃口差，整个机器转得很慢。中医在讲调阴阳，不是说要把你变成某一个样子，而是看你现在偏哪一边太过头了，再慢慢把它拉回一个比较适合你的中间。所以之后你听到什么滋阴清热、温阳散寒，大部分也就能够明白是和这些方面有关系了。它其实是在帮你调整阴阳的平衡。第3个概念是很多人一开始最不习惯的，就是脏腑加经络，是以整个系统在看人体。我们平常会说我肩膀痛，我胃不舒服，我头痛，都是用一个部位在讲。但中医在看，常常会把它当成这条线这一组系统出问题。比方说肩颈很紧，头痛，有时候会跟肝胆这一组系统有关。腰酸腿软，有时候会牵涉到肾、膀胱这一边。经络小人上面画的那些线，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，一个地方的不舒服，很多时候是在反映整条线路上，甚至整个脏腑系统的状况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医在看诊的时候，可能你是来看睡不好，他会顺便问你大便怎么样，手脚冷不冷，女生的生理期稳不稳。他不是好奇心太重，是因为在中医的观念里面，这些东西都连在一起的。所以简单整理一下，中医在看什么，大致上可以先记3个方向。一，气血够不够流不流的畅通，阴阳有没有偏太阳或偏太阴，脏腑加经络不是一个点，而是一整个系统。之后你再看针灸、艾灸、中药的影片时，可以试着在心里套一下，这个方法主要是在帮我动气血，是在调阴阳，还是在帮某一条经络、某一组脏腑系统。不用一次全部搞懂，你只要大概有这张中医的观念在脑子里，很多东西就不会那么玄乎。之后我会慢慢拍各种主题，比如睡眠、肠胃、情绪、气血调理，也会谈到艾灸、针灸、中药汤剂。
都会尽量回到这3个核心概念来跟你解释。如果你希望用比较温和，可以长期做下去的方法，一点一点调整自己的身体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同样对中医养生有兴趣的朋友。我们之后再慢慢把每一个主题拆开来讲。